呢是吉利专。搭载的呢还是815的芯片，然后系统呢用的是银河 NOS。它这套呢其实就是把魅族收购了之后呢研发的一套新的系统，所以它的界面啊，还有你的使用感受呢，和你用起手机来非常的相似啊。比如说，你看它可以实现多屏流转，然后你往右边滑就是负1层，然后往左边滑呢就是你平时用的一些功能。从上往下就是一个消息通知了，然后它还有意思的就是它可以有3指滑动，比如说我们在副驾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电影啊，或者说好看的视频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嘿，3指滑过来。过来了吗？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共享。所以呢，它的整体的这种科技感还是满满的，在同级中呢也是非常的能打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吉利一直以来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在同级中就是很少有人做到的一点，就是它的整个材质的用料的一个搭配啊和选用，就是非常的有质感和高级。我是说，在它这个级别当中来看的话，但是呢，说实话，这个颜色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不重要，你们喜欢就好了。接下来重头戏来了，那这必须得开起来和大家聊了啊！那每个人的这个驾驶感受呢，都会有一些差别。我只能说是以我这一次的这个驾驶的真实的感受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在我开了一段路程之后啊，我发现银河 L7呢是很好的融合了电动车和燃油车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既可以拥有电动车那种非常轻快直接的加速感和非常良好的静谧性，而且呢它还具备了燃油车的那种高速行驶的燃油经济性，并且呢它还可以实现全速域的并联驱动，就是当我们行驶到20的时候，它的这个发动机就可以参与驱动了。开头我们有说过啊，它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在5.23，那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1公里只要3毛钱吧。所以这1年下来省个几千块钱，它不香吗？我们今天呢去伏羲山的路上呢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山路，它有一些连续的转弯，甚至有些弯呢是一转过去它还是直接一个上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台车呢它的表现在我看来还是蛮惊喜的，无论是转弯的这个灵活的程度，还是它的这个动力的表现，都可以让我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游刃有余。而且呢，我发现它在快速路还有高速路段后段的这种加速的表现呢，是要优于比亚迪宋 Plus DM-i 的。它真的是没有浪费每一滴油的这个能量啊。然后就是关于这个顿挫感的问题了，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啊。这一次的这个试驾中呢，我真的没有那种非常明显的顿挫感，就是整个一套还是非常的平顺，非常的丝滑的。那至于我觉得稍稍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它底盘的一个调教，不能说它偏硬，也不能说它偏软，我觉得是缺了一点点质感，就是在过一些震动细碎的时候，它的弹簧过滤的没有那么的干脆啊，这一点优化下可能会更好。如果你想买一台15万左右的新能源车型，又不想一出门就撞山，毕竟现在宋 Plus 已经是属于街车了嘛，满大街都是。想要别致一点、有个性一点，其实我觉得银河 L7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啊。而且呢，它在外观的造型上啊、配置啊，以及它的动力，包括燃油经济性，也非常的符合家用的一个需求。你们觉得呢？